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的大主题，我们会来关心到美伊战事，川普这一次不忍了，怒轰纳坦雅胡超难搞，而且呢破坏了中东停火84次都破功哦，连盟友都对纳坦雅胡翻脸，选情告急，纳坦雅胡的豪赌到底会把以色列带向安全，还是带向孤立？今天节目会一起来做关心。那么提醒观众朋友，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先帮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区希望跟我们互动，可以写下思敏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看到热推荐记得按下热推了，帮我们增加国际的能见度。先欢迎我们的到场来宾，首先欢迎前立委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等一下再来看。好，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14日迎来他的80岁的生日了，在这一天，他特别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大谈美伊的议题。不过呢，非常罕见的事情是，川普这个时候呢，先夸习近平，还夸了普丁。他说，习近平是十足的绅士。并且他也说呢，感谢习近平和普丁在这一次有关于美伊战事当中，美军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是没有插手去干涉的。一方面赞美这2位领袖，另外一方面则是痛批纳坦雅胡。他说啊，纳坦雅胡真的是极其难搞，差点要破坏了美伊的和平协议。除了在他生日这天接受专访大骂纳坦雅胡之外，他在出席 G7 的会议的时候，直接也在公开场合上面来批评纳坦雅胡。我们来看到他说了什么。他说呢，他非常的不满意以军近期针对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这一场轰炸攻击。他认为说，纳坦雅胡在黎巴嫩的问题上面应该要更负责任一点啊。而他也语出惊人的说了，真主党的问题接下来不该由你以色列来解决，问题应该要交给叙利亚来特别做对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 CNN 针对了川普的这一席话做了一些的分析，有关于黎巴嫩的问题，是不是川普想要这么做？ CNN 说，不论是川普希望黎巴嫩南部部署叙利亚的军队，还是由叙利亚军队直接强行切断武装补给线，这2种方法都已经引发了关注，尤其黎巴嫩的内部其实是很紧张的。为什么黎巴嫩会紧张呢？其实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年的历史，1976年的时候，黎巴嫩内战爆发，叙利亚当时的军队是以维和的名义正式的进入到黎巴嫩的内部。但是呢，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叙利亚的军队还是没有撤离，被视为是长期的一个军事占领。再来就是在这个期间，爆发了数千起的失踪跟死亡案件，让黎巴嫩到现在仍然是无法抹灭当时的集体创伤。所以有关于接下来叙利亚或者是以色列如何控制黎巴嫩的问题，成为当地民众也非常关心的议题。在此时刻，我们看到伊朗外长，我们也知道即将美伊的 MOU 会在19日这一天来正式的谈判并且签署。在这之前，伊朗的外长再次的对川普喊话了，他说有关于黎巴嫩的问题战争的一边分成的是美国跟以色列，另外一边分成的是伊朗跟真主党。所以今天如果以色列继续的占领或者是攻击黎巴嫩，就等同于违反了美伊之间讲好的 MOU 临时协议，呛瞎说美国，所以你有责任要去约束好以色列。我们也看到近期川普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他先前对于伊朗的话呢，这个是非常的强硬的，不断的批评，并且痛诉说他接下来呢要去打倒伊朗的这一些高层但是现在呢，他怎么去形容态度180度的大转弯？他说呢，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也就是新任的最高领袖小哈米尼是可以沟通的务实主义者，这个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川普一下子战胜习近平跟普丁，那又一下子怒批纳坦雅胡极其难搞，是美伊的铁杆情谊出现了裂缝吗？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说这些话呢？那川普也意识到伊朗不会在黎巴嫩的问题上面让步了吗？接下来会如何做发展？苑老师怎么看？这个一点都不意外。我比较意外的是，伊朗提出了这14条，然后美国同意了。
我真的是比较意外，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所认识的美国60多年下来啊，从来没有服过软，也没有认过输，更不要说是拿出3000亿啊，什么战后重建啊、赔款啊什么的啊，这个我都没有见过。这14点当中的话呢，大家可以说是因为现在很好检测到哈，那么我就分成3个情况来讲啊，就是我讲的比较阴谋论一点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说句良心话，这个川普的话呢，真的是有一点傻。他原来的话呢是想要做的学这个委内瑞拉的模式啊，就一下子把伊朗啊这个政权更迭以后啊，就是又取得了一个大胜利，然后捞了一个大油田，然后这个一切的算盘打得很好，所以说这个以色列总理啊纳坦雅胡啊叫他跟着干，他就跟着干了。美国前面几个总统，从这个小布希开始，到这个克林顿，到小布希、奥巴马啊，甚至连这拜登，就没有一个人没有被纳坦雅胡忽悠过，没有一个人中计，那只有他现在中计。所以说他现在突然呢，就是自己退下来，退下来的话呢，代表非常严重，就是说中东地区不但是只有以色列当霸王，伊朗也获胜了，大获全胜，这是第一点的。那以色列当然非常不爽。那第二点的话呢，这个以色列的话呢，他自己纳坦雅胡目前面对以色列的压力非常大。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讲过很多次，以色列跟美国之间有亲属关系，但是到底谁是爹谁是儿子，现在我还真的搞不清楚。我一直认为以色列是爹，那现在他讲说哇大骂啊，你这个家伙的话用脏话骂，没有判断能力，那听起来好像骂得很凶啊。但是我要讲第3点了，大家知道以色列是这么好欺负的吗？以色列有3招啊，第一个就是进攻黎巴嫩啊，对不对？然后川普说，哎呀，可以交给叙利亚，黎巴嫩都吓死了，因为一个地狱掉到另外一个地狱里头啊，对不对？就被打得一塌糊涂。那第二点的话呢，这个纳坦雅胡现在他自己有生存的压力啊，生存的问题他是无所不用其极啊，那纳坦雅胡会干什么？就把所有的黑资料全部拿出来啊！大家不要忘了，那个川普很怕他的那个罗利岛的事情啊，爱泼斯坦的案啊什么的一大堆。然后第3点的话呢，你认为美国的犹太财团，纳坦雅胡只要一讲说，我双手一摊，我们以色列建国1948年到今天完蛋了，全部被伊朗人吃掉了。你认为以色列人这么好对付的吗？任何人在美国，你不用去美国，你也知道啊，这个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所以现在其实呢，有关于这个中东局势，接下来会由谁掌管？其实呢，如刚刚岳老师带我们看到了，其实黎巴嫩自己也很紧张，是不是会从一个深渊掉进另外一个深渊？因为川普说的，接下来由叙利亚来接掌真主党，来去处理有关于真主党的事情。那重点来了，这伊朗会同意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吗？那申委员又怎么看？对，我想其实以色列已经给了川普这样的建议一个回答了吧？就是川普其实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他的脸被以色列也打肿了很多次了。就他每一次都在讲说黎巴嫩要停战全线停火，可是从来以色列都没有买过单所以以色列这次一样照样没买单，他说没这回事，以色列自己打，不管是针对黎巴嫩、叙利亚或者是加萨，以色列都不会停手。所以很显然的，这个以色列又再一次的打脸了一次川普。那么就如同刚才岳老师讲的，到底谁是爹谁是儿子这现在大概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见证的机会了那么当然老爹骂儿子不无可能，那么儿子背弃老爹也或许会发生。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看川普对以色列究竟有多少约束的能力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什么？现在关键问题是，当然川普为了他自己因为对政治人物来讲，最重要就是2种票，不是选票就是钞票。钞票就是刚才这个岳老师讲的，以色列的这个锡安主义分子，他们长期以来这种极右派的犹太势力，一向是美国政客的最重要的这个政治现金的来源什么这个以色列公共政策委员会向来捐钱不手软的。那么，所以美国大部分的政治人物，我要讲不只是共和党、民主党是一样的，通通都被这些极右翼的这个犹太的团体给绑住了。但是关键问题来了，钞票很重要，可是如果没有选票的时候，有再多钞票，你的位置也保不住所以现在很显然的，对川普、对很多美国的政治人物来讲，他们已经强烈的感受到美国国内对于伊朗这场战争的不正义、这个不正当，他们的这种反弹的情绪
更不要讲到说美国的国内的民众对于以色列在过去这段时间为所欲为啊，这个任意的进行种族这个灭绝这样的做法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是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啊。那当然，川普率先在这个临界点上直接表态了哦。但是关键问题就来了，就是川普这样的表态，以色列不买单。那么整个的这个中东的情势要怎么走呢？不外乎只有2种可能了。第一种可能就是川普就当着没看到、没听到，双手一甩，再也不管了。你以色列要怎么打是你以色列的事，反正我就一直骂你，就说你背弃了这个我的这个劝告哦，你这个死性不改，这是一种。那就让以色列跟这个伊朗分个你死我活了哦，因为以色列这样持续的打下去，伊朗不会袖手旁观的，伊朗一定会出手再打的。第二种可能就是美国要不要介入了？美国介入是要帮以色列，还是要帮伊朗去拉住以色列？这到底是哪一条路？其实这对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很难选择的这个抉择哦。所以其实中东的这盘棋到现在为止，表面上看起来是画下了一个这个逗点哦。但是你说这个故事会不会这个戏会不会继续唱下去呢？这个戏当然会继续唱下去啊。从原本的一个叫做不算停战的停战，到现在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哦，那继续不断的在撑这个歹戏拖棚。那么接下来就要看这盘棋里头的3个演员要持续怎么演下去了。好，这个戏会不会继续下去？现在看起来是会继续下去的。原因是呢，纳坦雅胡他已经最新表示了态度强硬的。17号这一天受访，在耶路撒冷这边举行记者会的时候，他说呢，战斗尚未结束。好，他也已经给出了答案。他说呢，以色列将会持续的来进攻，攻击黎巴嫩、加萨跟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不受到任何协议的约束。这句话更重了，他直接说呢，为了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着想，我知道如何对白宫保持坚定的立场。好，意思就是说，接下来美国不管说什么，他都会保持他认为是对的一个立场。那确实，我们看到在16号这一天，以色列又再度的对黎巴嫩发动了空袭行动，造成4人死亡哦。伊朗再一次的扬言说，再打下去的话，他会做报复，并且他也说了，自美伊达成了停火到现在，以色列方面单方面就违反了协议高达84次，真的是拦不住以色列吗？干哥怎么看？所以你看尼坦雅胡他讲这些话，就代表什么？代表川普你晚上不要睡觉，你会背脊发凉，你知道吗？你叫我不要打是吧？我就是要打给你看。而且从和平协议要签署前到现在84次违反协议，好了，就算前面没有违反好了啦。可是刚签好你就又打了，而且4个人死掉。我跟你讲，尼坦雅胡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他已经变成川普的梦魇，因为什么？他要选下一届的总理，他才不管你什么贪污缠身，我不管这些，我一定要选的，不然我政治生命就结束了。所以我很知道怎么样面对白宫。这句话一讲出来啊，你要真的会觉得很可怕。为什么？因为代表川普大哥啊。当然，老实说，到底谁是这个爸爸，谁是儿子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有发挥我在美国金融界跟商业界的影响力，那都是犹太人的天下，不要搞不清楚。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他到底他演这出戏，我跟你讲，叫做请鬼拿药单。因为他后来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你倒不如让真主党自己解决就好了嘛，要不然就请叙利亚来解决，真的是那个真是鬼啊！为什么你知道？大家可能不太晓得，就我们大家刚刚思敏有讲了一下说，其实是30多年来叙利亚军队常驻在黎南，但是呢，他就是来了就不走了。为什么？以为他是维和啊？为什么啊？你们黎巴嫩内战嘛，对不对？那我们也在受联合国的这个请求，我们就近就派维和部队来，结果来了以后他就不走了。战事趋缓，他也不走了，一住就住了30年。你要知道，真主党就是什叶派，什叶派占黎巴嫩人口的多数。以前为了共同的目标，跟叙利亚的目标也一样啊，对付以色列，所以你驻军在这边，我能接受。可是你知道，自从阿塞德垮台以后，2024年2年前垮台之后，那新的总统叫做夏拉他就没这回事了，把这些什叶派通通给赶走，所以其实他们现在是比较不喜欢叙利亚的军队。为什么？因为两边的立场已经不一样，夏拉已经完全倒向了西方了嘛，所以川普才会讲啊，我很欣赏夏拉。我跟你讲，
他这个人呢很精明，很能干。为什么？因为夏拉对他示好嘛。可是不要忘记，叙利亚这个新总统，他还是圣战士出身。对，他也是一个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圣战士。讲穿了就叫恐怖分子就对了啦。虽然说他现在已经当了总统了，但是你把这个鬼再拿来，我跟你讲，那代表什么？黎巴嫩的人民他宁愿要什么？要真主党，也不要一个叙利亚的新总统来干预。所以川普你历史要念通嘛，那么随便找个鬼，然后最后他说什么？他说尼坦雅胡，因为最近不是他才刚刚打了黎南，不是打死4个人吗？啊，你为了找一个这个真主党的那个恐怖分子，你把整栋楼都给炸了，只为了找一个人，把整栋楼炸了，里面有多少人是无辜的人？对，就像他，你看，就是那个在那个霍尔木兹干，不是旁边有个女子学校吗？被炸死了400人，为什么？他只为找一个 IRGC 的据点，很重要的据点，会来对付我们以色列军队的。所以我们把整个都炸了，把人家学校也给炸了。尼坦雅胡比当年希特勒怎么对付犹太人，你就怎么样对付回去，你也变成另外一个刽子手了。你说是不是？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有关于美伊的这一场战事，川普呢3000亿现在确定送伊朗是真的哦。另外呢，美伊双方在19日会来签的这个14点 MOU 震撼的曝光了，等一下会来看细节内容，当中提到了是美国针对伊朗会做石油的豁免、冻结资产，全部都会给伊朗等等。那么荷姆兹解封是美国为了自己的油价利益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首先第一个，有关于3000亿美元的重建金，川普一度说是假新闻，但是在此刻呢，我们看到副总统范斯直接还有外媒直接证实哦，这个3000亿美元呢，波湾国家会一起来出资。来做重建，提供给伊朗。外媒也点名说，甚至呢部分的资金确实是已经到位了，包括有一些亚洲国家也会参与在其中。不管是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的国家？那川普说的假新闻是被打脸吗？还是因为已经被现实反噬了，他也只好跟着这么做了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会来特别关心到的是，这个是最新来自于彭博曝光的美伊14点的 MOU 写得很清楚，而且现在看起来呢，这个 MOU 对伊朗来说好像比较有利，是不是伊朗主导很重要的掌控权呢？稍微看一下协议内容，美国要解除在海上的封锁，还要撤军，还要解除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才会愿意进行最终的谈判。这种先松绑后谈判的顺序，看起来是不是美国在战场上面已经先撤退了？由伊朗来做主导呢？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等一下来解析。第三件事情来看到是伊朗针对于石油的部分，好像已经可以逐渐的掌控许多事情了，包括它的超级油轮已经突破了封锁，而且呢380万桶的石油也已经运输出去了。同时，美国的战略储备油则是跌到了最新低点，1983年以来的低点，油价现在来到了新高，一度是突破4.5美元了。川普这个时候是不是被高油价给吓坏了，必须要来放行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来关心到的是呢，川普前几天说3000亿美元给伊朗的重建金是假的，刚刚我们提到了嘛，结果范斯说是真的。那么彭博直接公布了说，包括了说还有14点的 MOU 草案呢，这个草案是不是真的？看起来对于伊朗来说比较有利呢？我们来看一下
14点 MOU 的草案细节，当中提到了说，美伊呢接下来会立刻的停止所有的敌对关系，并且互相承认，互相不干涉彼此的主权。再来这边也提到说，美国封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啊，还有确保波斯湾地区的这个航行都可以安全，甚至呢还有3000亿美元要提供给伊朗，解除对于伊朗的所有经济制裁等等。好，其实内容非常的多，但是重点就是说，美伊双方互不干涉内政，那美军松绑海上的一些封锁，还有航运，再来就是石油给伊朗的运送也可以航运是安全的，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等。唯一的条件就是伊朗不可以造核武。另外一方面，其实呢，我们也看到最新的路透社也最新爆料说，3000亿美元的投资金额当中，超过一半已经承诺到位了。出资的不只是波湾国家，还包括日本、南韩、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么 MOU 的第13点，刚刚我们看到了，也明确提到了说呢，美军方面必须要先让航运解封、石油豁免、资金到位，伊朗才会愿意后续谈判。看起来伊朗确实掌握主导权。有关于3000亿美元的重建金，为什么一开始川普说是假新闻呢？那现在我们看到波湾国家也说愿意出资了吗？他们是觉得说，干脆我直接跟伊朗谈好，不需要美国的保护，这当中不需要在美国为他们出头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孙委员怎么看？对，我看到了这个 MOU 的内容哦，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世界外交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明明是看起来天南地北不可能达成共识的这个双方的立场，居然还能够在玩文字游戏的情况之下，洋洋洒洒的写了14条，然后看起来双方的确都达成了共识哦。所以我说这场战争从停战开始它就是一个没有停战的停战，现在到了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了那么这14点，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的话，它其实完全避重就轻，真正的核心问题只字未提可是他讲的是非常松散的他讲的就是全线停战。那全线停战，如果以色列不停，那怎么办？这个倒没有讲清楚啊，所以我才说，刚刚我们在讨论的那个问题，现在以色列不停，伊朗要不要签？美国要不要出来阻止以色列？因为照这个协议上来说的是双方的战友各自的友好的势力都应该要遵循这样的一个 MOU。然后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那3000亿的问题啊。当时川普之所以跳出来做假新闻，是因为那个时候媒体报说美国要出3000亿啊，这对川普来说，他绝对不可能买这张单的。美国人民对这场战争已经是很反感了，你莫名其妙打了一场仗，花了这么多钱，然后你要花3000亿自己去修复你打烂掉的城市，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川普当然不可能承认有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川普跟 Vance 他们两个人是唱黑白脸了。川普只是否认美国要出3000亿 ，Vance 帮他补充讲清楚了，不是美国出的是美国的盟友出的。所以美国的盟友也还蛮惨的，被打的时候他们也都有份，现在要去修复别人的时候呢，他们还要出钱。那你说他们出这笔钱的原因是什么？当然，第一，美国老大哥叫他出，他敢不出吗？然后第二，也许在这场战争之后，他们认为中东整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格局会重新的洗牌了。那在这个时间跟德黑兰交个朋友，恐怕也没有什么坏处。将来不小心又在爆发冲突的时候，他们也许可以幸免于难啊。但是我要讲的是，真正核心的两个问题，在这个 MOU 14条里一个都没有提，就是荷姆兹海峡要不要收费。你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承认他要解除封锁，伊朗说他要恢复到战前水准，恢复到战前水准跟边收服务费回到战前水准，到底是哪一个？是不收费的到战前水准吗？还是说我还是收了一个服务费？因为美国说他不能交保护费，美国只强调不收保护费可是伊朗一直在强调他会收服务费，所以那这个钱到底要不要收？到目前为止，这 MOU 里头一个字都没有提。那你更不要讲浓缩铀了，浓缩铀要不要稀释？在哪里稀释？铀要不要交出来？他现在只提到伊朗保证说不造核武。这有什么了不起？战前的时候，伊朗就说他已经不造核武了，所以美国在还没打之前，伊朗就已经保证了，说他不会做核武，是你美国不信的。结果你现在莫名其妙打了一阵子，搞了一个14条的 MOU 之后，还是回到原点了。伊朗只承诺他不造核武，所以事实上，你如果仔细看完这个14条的 MOU 的内容我觉得这个
就是歹戏拖棚的一个剧本啊，就再拖60天。其实这个 MOU 里头只有一句话最重要，就再谈60天。现在谈不出来的，咱们60天以后再讲哦。所以呢，接下来我可以大胆的预测，各位在整个中东仍然可以看到没有停战的停战，跟没有共识的共识，继续在那里上演这个戏码了。好，那等一下也请苑老师稍微帮我们看一下这个 MOU 里面，另外有没有看到什么样子的猫腻？再来就是说，看起来对于这个 MOU 对于美方来说相当的不利。除了说这个伊朗说不会造核武，但是他如委员帮我们看到了，战前他就说不会造了嘛，所以现在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另外有一件事情比较有趣的是，为什么这个3000亿美元当中，波湾国家他们说会出资帮伊朗重建嘛，为了买一个保护嘛。那这个能够理解，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亚洲国家说也会出资？日本、南韩、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跟石油的运输有关系吗？那苑老师又怎么看？这个 MOU 里面是充满了猫腻啊，请大家稍微看一下就知道，第3条、第4条、第8条、第9条、第13条里面都提到了最终协议啊。那第3条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大千里面提到的60天以后才有最终协议，最终协议签订了以后30天后才有撤军。那接下来的话呢，按照最终协议搞来搞去，到了明年的今天了。我说一句良心话，另外在以色列那边的话，以色列国防部长叫盖茨啊，他讲说我们不会从黎巴嫩撤军的。那他这个14条里面的第1条就是要从黎巴嫩撤军的，他理都不理你。另外呢，更有趣的是，他们有一个安全部长叫做本格维尔啊，他说过他说我们以色列完全不受这限制啊，你什么要我爸爸，你叫我爷爷都不管用啊，我就是盖下去了。这个我必须要强调啊，你刚刚问那个第2方面的问题非常有趣，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你听得出来什么道理吗？都是跟着美国屁股走的他们自己本身呢，因为大家就这样子就讲好像大家跟我讲说，有个赚钱的机会，你有没有兴趣啊？有啊，你不能说没兴趣啊，那开什么玩笑，对不对？伊朗是个大肥肉啊，对不对？那给你这个机会是给你脸啊，但是所以说这里面强调，第一个，他们这4个国家都非常非常需要中东的能源呢，尤其是日本跟韩国，新加坡也不差了就是荷姆斯海峡一旦封锁的话，对他们来讲也很麻烦。波斯湾嘛，对不对？第二个的话呢，他们借这个机会跟伊朗修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个14条的 MOU 签下去，大家发觉美国好像不行了，是伊朗比较凶啊。因为我们现在仔细看，我们分析了这个几个月下来，好像伊朗都是节节获胜啊。那现在是以色列最惨那美国有点莫名其妙，然后伊朗现在很得意很稳那个阿拉格奇的教育正式宣布。然后第3点，川普当然有强迫了，川普这个人是钱只进不出的对不对？那你们来讲的话，他们其实这个日韩新嘛，是假装卖个人情给美国，说你们要有人出钱，我们可以我们在台湾只是没有机会而已有机会我们也讲，我们也愿意负担很多对不对？为什么？这根本是顺水流情没有人会拒绝的对不对？到时候里面的承诺讲说，到时候要签的，实际上掏出真金白银的时候，那不掏就是了嘛，对不对？而且那个波斯湾里面那些王子国被打得一塌糊涂，所有有钱的国家都被伊朗打得一塌糊涂。阿联酋他自己主动的对不对？又是解除禁制又给钱什么的，他觉得花一点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是把终身托给一个没用的家伙，美国那还得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整个改变，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东亚国家都聪明得很嘛，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大陆当然不会理他这一套了。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MOU 里面，一方面是涉及到有关于安全的问题，许多的国家现在呢，干脆就直接愿意付钱给伊朗来保寻一个安全那另外一方面，其实 MOU 也涉及到了这个石油的问题，那也是川普现在呢在民怨高涨的时候，他最在意的一个问题。所以是不是 MOU 里面在于油价，还有在于荷姆兹的航行等等，现在放宽了对于伊朗的制裁呢？我们来看到伊朗这边出现了这个石油出口的制裁被豁免的现象，因为呢现在被发现已经有超级的油轮突破封锁，运出了380万桶原油。美国现在是不是因为压力真的太大了？现在最高油价来到一度飙破了4.5美元加仑那么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来到了最低点，是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所以现在美国透过其他的方式要来运油，不管是影子船队，或者是说来自于路透社的爆料说，伊朗先前击落的阿帕契的直升机，可能就是当初来做石油秘密运送的一个管道。是为什么这么紧张？干哥怎么看？对这也是有可能但是你看那个14点 MOU 你就可以晓得说，对于伊朗的这个金融保险以及海上石油运输
这些管制啊都取消了啊，都取消了。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也要赶快让荷姆斯海峡能够通行。美国自己的海上管制先撤，然后呢，也希望在30天之内啊，能够让伊朗啊也对于荷姆斯海峡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险。为什么？因为伊朗再这样搞下去，我跟你讲，美国自己本身国内的舆情，就是舆论的情势，对川普非常非常不利。为什么？你就是光是看什么，那个叫西德州中级原油，现在好不容易降到80块一桶，你知道？可是现在1加仑还是多少？才刚刚跌回4美元以下，叫做3.99美元，连1分美元都还跌不到，很慢。所以你知道专家有讲，你知道吗？涨价像坐火箭啊，降价像飘羽毛一样。就羽毛不是要掉下来，不是很慢吗？你光看那一根羽毛从天上要掉到地上，你要等多久？可是它要涨价的话，就像坐火箭一样那么快。在形容什么？在形容的就是油价。那因为这个油价的关系，你知道这里面牵涉非常复杂。你说，现在已经都可以走了啊，对不对？然后那个伊朗的船只也可以通行了，然后荷姆斯海峡，我们这些这个就西方的船只啊，西方的邮轮啊，还有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些船只都可以再通行了，那油价应该马上反应过来，对不对？对，不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不是这样吗？因为在美国当地你要先从进口商再到零售商，所以进口商前面1桶105美元买的，你现在叫它降干嘛？降到80块是吧？不可能，我要先卖光了，我才可以降下来。哦，原来游戏是这样玩的，对。所以你知道，专家就讲了，我跟你讲，那个如果说是这个平常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2、3天就可以反应过来，可是现在因为仗刚打完啦，可能要2、3个礼拜才能够反应过来。2、3个礼拜，你知道美国现在美国中产阶级有1/4左右的家庭，他们统计过了，美国财政部刚统计过，1/4左右的家庭已经动用了家庭紧急储蓄。什么叫家庭紧急储蓄？也就是说，美国人自己有一套理财的规则啊，就是说这些钱现金不能动，放在哪里？保险箱里面。除非今天遇到了特殊的情况，不然你不能去动那个东西。美国人他们在就因为他们都是信用卡挂帅嘛，对不对？都是刷信用卡。可是当信用卡不能够刷这个油价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的信用可能不见得能够让你有额外的支付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只能够动用那个紧急的基金就对了。然后1/4的家庭在用这个钱，是代表什么？川普，你一定要赶快降下来。你如果再不降下来的话，我跟你讲，那人民就会找你麻烦。所以你知道现在美国反而有2个零售业他们现在大赚其钱，你猜都猜不到谁 ，Walmart 跟 Costco。为什么？这2家我们都耳熟能详，对不对？他们有加油站呢，而且他们的加油站是标榜什么？不管国际油价怎么变动，我们先降价了，我们就开始先降价。所以 Costco 跟那个 Walmart 这2家反而他们现在就先降价，它不像那个大型的进口商。他们还是维持在原油的高点，反而他们就先降下来，变成美国现在民众一窝蜂去这2家公司的加油站去加油。那当然这种造成的不公平嘛，对，川普也要消灭这种不公平。你想想看，这个通膨对他来讲是多么的严重，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关心是川普把白宫变成股票交易了吗？现在来关心到的是3642笔的交易是川普的交易正式的曝光。一边呢他在推荐股票，一边又自己买进，包括了他的女婿啊，还有小川普全家一起做海捞。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这真的是史上美国最大一次的利益冲突吗？我们来看到川普天天喊的 American First。
结果他自己推出了这个 T1 手机，说要美国制造的一个大旗。结果现在拆开了里面的手机之后，发现怎么都是中国制造的，怎么都是中国组装的，根本就是这个 HTC 的 U24 Pro 直接换了一个金色的一个外壳哦，就被大家嘲笑说好的美国制造在哪里呢？另外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事情是 CBS 最新的报道，光是今年的第一季而已，川普已经交易了3642笔的股票交易，等于说一天交易就有高达了40笔，总金额现在上看320亿，换算新台币这么高的一个金额，创下美国史上在任美国总统最高的一个交易记录。来看到一些交易的时间点，实在是太离奇，因为呢，真的是太近了。首先，它有几笔的交易都有争议，不管是针对于戴尔，不管是针对于赛默菲，或者是苹果股票跟美光。川普在2月10号这一天大量的买进100万到500万美元的股票。2月19日，他就直接发表了公开演讲，说：“大家赶快去买戴尔的这个股票吧！戴尔电脑发展的非常好，多次为戴尔站台。在5月8号再度推荐之后，我们看到股价立刻创下了新高。当然了，这个川普的口袋也是满满满。再来看到的是针对于赛默菲的这笔交易，3月2号。”他还有2月12号分别加码买进之后，他去参观他的工厂，又说这是一家伟大的企业。同一天再次买进股票，当然了，他们股价也继续的飙涨。再来看到是苹果，3月2号，川普买进了100万到500万美元的股票。3月11号公开赞扬库克，还说苹果加速回流美国。同一天再次买进苹果的股票。最后是美光了，他分4次进场买，并且说美光是目前最火热的公司，多次的炒股记录哦都被发现，这个是一个备具争议的事情。那这一季之内疯狂交易3000多笔，怎么回事？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手机了，强调美国制造，但是拆开却是中国制造。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2件事情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犯罪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川普将来啊那么重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东西，他非常重视11月份的中期选举啊，因为他到时候就有可能被弹劾，甚至要坐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嘴巴讲了一大堆美国制造 MAGA 的，结果后来完全是拿 HTC 的贴牌，售价499块美金。我当时看这个价格就觉得有问题。说真的啊，因为你现在你想也知道嘛，对不对？你一看它这个售价就知道，它基本上的话就是为了能够赚一点收一点。就是我觉得 HTC 搞不好也是帮他贴壳了，他自己搞不好连贴壳的人都找不到，收取2000万，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第二点，有关于内线交易，这个就是非常严重。你作为总统，你放消息，对不对？你作为总统的身份，你一放消息，你影响到股市。大家知道，股市是最公平的，应该最公平的，法律的监督是最严格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来讲的话，你这边举了很多例子啊，罄竹难书，我都不愿意讲，因为讲了好多例子，就是他每次买了什么股票啊，就说这家公司好啊，叫大家跟进，大家跟进你就有机会出脱啊，这谁不懂这个道理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懂这道理。那川普本身，因为他智商不高，他就会用这种最愚蠢的方法叫大家来跟着买，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这个痕迹就漏了嘛。但是我这边要强调一个，就是说大家公认知道的，他不是叫 Taco 吗？他现在叫 Taco。啊，就是 TACOW， 为什么呢？因为呢，经过大家统计啊，发觉每个礼拜3呢，川普的那个 Truth Social 啊，都有 Taco 的消息 ，Wednesday 啊，他都有他的消息，然后叫大家放空放多持有。你去看，你去查起来。我这个是国内的一个媒体人，后来我查一下，果然他每个礼拜3 Truth Social 里面都有放消息。当大家觉得很紧张的时候，前面礼拜1是绝对要把你炸烂，炸回石器时代。礼拜2的时候说我真的不想炸，礼拜3的时候突然讲说我们马上就要达成 deal 了啊，就这样子搞了大概30多次吧，他快40次了啊。所以说这个里面消息以他这种身份一放出来以后，那个市场会跟着动，你知道吗？那市场一动的话，上下，而且这个趋势很明显，所以他靠，他不是他狗啊。哎，他是到了礼拜3呢就放消息，礼拜4、礼拜5买股票，礼拜1、礼拜6、礼拜天休息，礼拜1、礼拜2再制造消息，礼拜3又来一次Taco，他连续搞了，他上任没有多久，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好像过了1世纪，其实川普到现在没有1年呐、
你知道吗？这个问题他妈太严重了啊！对不对？这个脏话都出来了，真的不好意思。不是，我觉得他太可恶了，你知道吗？哎，所以大家都觉得说这个问题真是太麻烦，因为他每一次都用这个。原来克鲁格曼就说过他这个跟搞股票没两样啊，对不对？内线交易嘛，你制造消息。对不对？而且他底下很多人，因为他狗子之前的时候，就很多他底下的人就已经去放空啦、做多啊，什么都开始了。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川普，他买股票不是应该要交给第三方吗？那这样子有没有一些利益上的问题？那委员怎么看？我觉得当川普的好朋友真的是一件不错的事。对。就是如果将来你手上有什么样的美股被套牢了卖不掉就去当川普的好朋友，他出来帮你讲几句话，然后那只股票就可以拉起来了。或者是有一天呢，川普如果自己不想用自己操作来赚钱，他其实成立一个什么投顾老师的专线，我相信也能够收到很多会员就因为大家都想跟着川普老师一起来做投资。回过头来看就是以台湾的证券交易法，我先不要讲美国因为美国的相对比较复杂。那么台湾的证券交易法，川普至少犯了2条罪，每一条都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第一个就是刚才岳老师讲的内线，第二个就叫做炒作，这2个是有不一样的状况什么叫内线？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利多讯息，我就赶快先去买了，利多讯息一来了，我的股价就涨了。我知道有利空讯息，我就赶快抛了，抛了之后呢，跌下来之后我就避险了。这叫做内线我想川普在过去这段时间，特别是在伊朗战争，我们已经看到他操作内线不晓得有多少次了。就像刚才岳老师讲的，他那个上冲下洗，上冲下洗了，他自己掌握了什么时候打，或者是真的要打还是不要打，他自己心里头有一把尺所以呢，他掌握了内线，他当然来做投资，操控全球股市是无往不利的。什么叫做炒作？炒作就是你拉抬一家公司的股票，你先买了，然后你去拉像我们刚才看到就是炒作嘛，不断的在做什么 Dare 这些股票一直不断的在炒，这叫做炒作所以呢，他干了炒作，又干了内线。那回过头来讲，其实坦白讲，像他这种角色，本来就应该把所有的财产都信托的。对，为什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我把财产信托给思敏了，我做任何的决策跟我的财产没有关系。思敏做投资的时候，他不知道我的决策是什么，所以当股票大跌的时候，这个负责信托的这一方会怎么做？会跟着市场走当然要这个设下停损点，赶快卖嘛，对不对？然后呢，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今天自己操盘就不一样咯。我今天自己操盘，我今天看到股票大跌，我可以老神在在的不卖，因为我知道明天就会涨回来了。所以这是中间最大的差别。为什么川普自己不信托？就以他这种角色，他的财产本来就应该信托。他的财产信托出去之后，他做的任何决策跟他的财产的增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可他今天是自己操作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投资行为，在绑到了他现在有全球决策权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他当然光靠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了。所以我才说，当川普的好朋友，现在是最值钱的一件事。好，不只是川普的好朋友还有包括他的整个家族，现在也一起在海捞。我们看到这个小川普，他最近投资这个无人机公司，结果呢，看到的是这个五角大厦也准备要直接投资他的相关企业，让股价消息一出，股价一天暴涨了，达到了70%。那另外一边是川普的女婿库许纳了，投资了1400亿换算新台币，在阿尔巴尼亚做豪华度假村的开发案，遭到当地民众抗议说，这边不是用来给你拿来卖的那么富比士公布了川普一年身家增加14亿美元，川普的家族增加了100亿美元，非常的惊人。干哥怎么看？所以你说他自己很离谱就算了，我完全同意刚才大千跟这个老师讲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内线交易。我自己的就是说我自己在台湾的那个跑新闻的资历，就是看社会新闻。内线交易3年起跳，重罪在台湾，而且如果你是政治人物的话，马上打入地牢，你以后完全你们政治生命就完蛋了啦！我跟你讲，超过1亿的话是7年了。对，金额我正要讲到这边，现在超过1亿现在这个大千帮我接上，只要他的金额是超过1亿的话，那更加重他的刑期上去。所以你要晓得，那是对一般人就是这样了何况你是总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而且
等一下，我还是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白宫已经有发布声明说，对不起，我们川普总统先生的财产已经由他的子女信托了。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到这个川普你自己在买那个投单的啊？对，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说，你放心好了，他下台啊，他不被弹劾才怪。可是他更荒谬的故事在哪里？你知道吗？你说他儿子小川普，他现在什么去投资无人机公司，结果他五角大厦也要准备要投资了，股价一天就暴涨了70%。你儿子干这种事情，你老子也干这种事情，那都算了。连你女婿也干这种。库许纳，你知道多荒谬？这件事情我讲给你听。他跟就川普的女儿伊凡卡两个人坐游艇跑去地中海，然后到了阿尔巴尼亚的沿岸一看，哇，这个岛很漂亮啊，买下来，然后我们要把它买下来，买不动是吧？啊，买不动，那我们开发大型的这个休闲的度假饭店啊，度假饭店。然后问题是，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大家对阿尔巴尼亚可能没什么印象。他1990年，他就是说他从这个就推倒了他以前的总统之后，他现在变一个民主的国家以后，然后那个地方我跟你讲，他就很重视环境保护。结果那个岛，我跟你讲，那个是火鹤，Flamingo。大家常常听到有个 Flamingo，火鹤的栖息地，火鹤到现在已经是世界保育类动物了。就库许纳一去，他跟伊凡卡两个一看，好漂亮，我们盖饭店，挖土机就来了，然后带刺铁丝网也上了，然后一般小老百姓一看，我们这个已经保存了几百年的海滩，为什么突然会有挖土机上来啊？是，就问总理啊，总理叫什么？总理叫拉玛，总理说。没有啊，这个他还不敢讲，是美国总统的女婿来投资的。结果一查发现，阿尔巴尼亚当地的报纸就说，阿尔巴尼亚是不可以被出售的。你这个很丢脸的事情。就库许纳就说啊，不是那个不是，是我的公司啊，不是，解释一堆。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川普不但是他，而且整个家族在国际上面都是丑闻。我觉得他不仅仅是炒股票，你说那个戴尔啊、美光啊、苹果啊，这些公司都是大公司。赛默菲大家比较不晓得，可是赛默菲这个公司，老实讲一句，他是做医疗事业、医疗周边设备的，他跑到人家公司去大战，第二天股票就上涨了。这是总统绝对不可以干的事情，民主国家绝对禁止这种事情，他全部都干了。我告诉你，他会被全世界的舆论给公干的。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洲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关心到是我们前几天关心的非常多，中国大陆针对于这个其他的国家，不管是在这个钨上面的制裁，或者是在稀土上面的制裁，这一次继续的卡住其他国家的制裁。那这一次北京锁死的关键的矿物，包括了 SpaceX， 没有了大陆的矿物的话，它也发展不了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国是太害怕了吗？这个贸易黑名单这一次没有再新增其他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公司，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现在来看到过去美国针对于中国大陆说制裁就制裁，但是现在黑名单罕见的已经停更了长达半年的时间。最新消息是来自于路透社的说法，美国的商务部已经超过半年都没有更新贸易黑名单的实体清单当中了。而且呢，其实美国一直都想要打压，不管是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或者是它的长兴存储等多家的公司，都说这几家公司具有国安的风险，很想要去把他们给做制裁，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半年过去了，都不敢制裁，创下10多年来最长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就看到说，美国的商务部也做回应啦，说为什么不敢制裁？其实说了等于没说，他们只是说，现在就是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不做制裁。那美国的智库也就这样酸美国的政府说呢，你如果不制裁中国的话，这个实体清单就像是打地鼠，你必须要持续的补漏洞啊，你这样子停手了，就可能让技术指的是
美国的技术流向对手，流向中国大陆。好，是智库就提醒说，不可以再对中国这么的好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美国的贸易黑名单半年没更新，让 DeepSeek 还有让长兴存储等于逃过一劫，是为了避免美中关系更加紧张，所以不做制裁吗？岳老师怎么解读？我在这边先纠正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因为这边问的问题就是说，长期没有新增制裁企业的名单，难道美国不怕损害自己的美国利益吗？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制裁就可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啊。那么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一下，就是说大陆究竟什么样的企业可以使得美国的利益受损？美国利益受损的最主要的理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现在大陆有什么样的企业？比如说讲到刚刚讲到无人机，我最近看到了到深圳去看了大疆的无人机。那无人机本身来讲的话呢，大陆发展上来讲，无人机有各式各样的民用的企图。那你人家的话呢，你不让我在大陆美国卖，那在别的地方卖也是一样。那么所以说我这里面就出现了两种需要解释一下的，就是说呢，首先第一个，我这深刻的怀疑，长期没有延展这个制裁名单，是因为这些整个制裁的目的是假的。啊，就是说，目的是不让大陆的企业能够到美国来做生意，而不是说它真正的涉及到美国的利益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大陆这些企业能够在美国有竞争力，能够卖掉，这是真正的原因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买卖关系要求的并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供需原则。你有需求，它自然会买啊；没有这需求就不会买啊，对不对？啊，比如说大陆的新能源车的话，来卖到美国去，美国现在就想办法背革它，不让它卖，因为美国自己的利益就是它自己的传统的汽车行业。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情况下的话，就是说美国有很多智库啊，会强调说，哦，美国的清单呢要制裁什么的。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非常清楚，因为这个等于说是增长了制裁名单，增长制裁名单等于就是一种保护主义啊，就是你要制裁我，我就制裁你。那这一次川普，我说句良心话，5月13、14号啊，刚好是一生一世啊。川普到了美国，是我见过这个家伙最听话的3天啊，非得照稿念啊，又是什么还弄孔子啊什么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客气？这几天他在 G7 开会的时候，多嚣张啊，对不对？他除了跟法国总统夫人打招呼以外，不跟法国总统打招呼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会发觉说，中国这个企业得罪不起啊。对不对？你现在搞一大堆制裁的名单，人家也制裁你啊，对不对？那美国要卖得多，还是中国卖得多？美国卖的服务业多得多，对吧？了解什么律师啊、法律啊、顾问啊什么的，咨商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互相的保护主义，啊，没有制裁名单，但那些智库就基本上开口闭口就是要延长对大陆的制裁了。好，所以现在美国也意识到，对于中国大陆它制裁不起，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贸易的清单上面我们看到相安无事，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清单，是国防部开出的最新的清单，是2026年6月8号最新更新的，叫做中国军事企业名单清单。那这边要对中国大陆的企业来做打击的，扩大到了188家的中国企业，目的是要在打击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体，这是来自于美国的说法。好，打击到的一些新增的指标企业，包括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搜寻引擎百度、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还有呢药明康德跟京东方，涵盖的范围其实很明显了，就是这一些新兴的电子科技、航太、无人机、汽车制造、生技等等。那先前被列入的名单当中，还有这个大厂是动力电池大厂宁德时代。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其实呢，美国这样子做，其实会不会害到自己呢？因为呢，它的供应链也被大陆给卡住。它是 SpaceX 最近一直想要发展推进它的轨道建设跟太空基础建设等等，其实呢是需要用到大陆掌控的这些关键矿产跟它的光伏材料的。现在美中关系搞得不好，供应链就会面临断裂 ，SpaceX 的它的计划也会被卡关。委员怎么看？对啊，照美国这样的方式来增加所谓的这个实体清单，我想很快的那个中国大陆的外送平台啊，什么美团啊、饿了么这些，可能都会被列入制裁清单了，因为他们也有送食物到中国大陆的解放军里头去啊。那么他们解放军的这士官兵也会点外送平台的食物啊，所以他们也服务了解放军嘛。所以大家看到刚才的这个什么180家。这不断的人数，这个产业不断的在增加，很快的，大概所有的这个中国大陆的企业都包含在里头了。
那么其实美国会做这样的宣示，不外乎是2种可能啊。当然，第一个就是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是有很高度的敌意的。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北京政府心知肚明哦。就是美国自始至终就没有放下对中国的围堵跟打压这样的一个意图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苑老师讲的嘛，就是以国安之名行保护之实啊。讲个国安进行制裁，但是其实是为了走保护主义啊，因为你的竞争不过中国大陆的企业，所以你就干脆所有竞争不过的都扣一个帽子，说是跟国安有关的，所以很快的搞不好泡泡玛特也有跟国安有关，以后泡泡玛特也不要在美国卖了，因为美国显然卖不过它。但是关键问题回来了，就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段时间它的立场越来越强硬了。而且它的策略也越来越有弹性了。就过去我们通常看到的就是中国大陆是被动的来因应这样的一些制裁跟打压，可是后来你就会看到它开始主动的出击，而这个主动出击的这个工具箱里头的工具越来越多了。我们过去在看到的就是你要不要买它的大豆，你要不要买它的波音，然后呢，你要不要这个把原物料这些稀有的矿产跟金属这个提供给美国？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哦。可是从 SpaceX 哦，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它不仅仅于此了。就中国大陆已经不仅仅在关键矿产稀土上卡关，它同时也把这样的一个策略拉到了中间产品了。就是事实上，美国永远不可能离开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因为所有的这个全球分工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这个行业里头都有很大量的这个中间产品是由中国大陆的工厂生产出来的。所以你少掉了中间产品的这些作为这个零件那么或者说一些关键的这个部分那么你后来的这个终端产品就不可能制作出来的。所以其实从这一次你就会发现，中国大陆已经不只是走稀土矿产了，它连中间产品它也拿出来用了。那这个如果拿出来用那中国大陆将来要卡美国的可多了，因为美国在各种重要的军工产业或者是一般的民生产业里头，其实很多的这个关键的零件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中间这个制品了。是，那同样的问题，那干哥又怎么看？对啊，我是在想啊，马斯克你现在已经是SpaceX， 他现在1.8兆美元。是史上最大的 IPO 哇，这个人类的这个记录啊，恐怕后人很难超过了。对。可是问题是你这个庞大的帝国，你靠的是什么呢？你要想想看啊，他想要在大规模的轨道基础建设，还有大数据中心这些东西它通通都需要中国的原料啊，光伏材料，对不对？可是大家要晓得，全球对于光伏这上面的这个材料的中心核心技术最强的是谁？还是中国嘛？就一定是中国，你根本离不开中国。还有什么？星链，它的星链卫星，它用多晶硅光伏面板，哪里？中国，在江苏。所以我想请问你一下，你现在弄我188家企业，好，这些188家企业，好，这个通通都跟那个中国的这个军方有关系，所以我要。他没讲制裁列入清单1260H 清单，就是说以后你的东西我们通通都要查。那我今天想反问一下，中国要卡你，那不是易如反掌吗？我光卡一个马斯克，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移民火星？你告诉我，对不对？然后你的特斯拉你要怎么办？而且马斯克他已经，我跟你讲，头洗了一半。